今天要做的是延长甲的建构，延长甲的建构，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单色涂抹。单色涂抹好了，这就形成了我们的极致单色。所以说做极致单色，你说19.9块、29块9，什么59.9的，连做也别做了，就普通涂个颜色就行了，不够麻烦的，好不好？来，我随便找一个甲片啊，我贴上去，你们要看一个全贴，一般来说不太好操作，看半贴吧，好吧？做个半贴或者是浅贴的，做个半贴或者浅贴的，你们选一个。来，在这边同学们，半贴或者全贴，大家选一个。你们要看哪种甲片的一个建构和极致单色，拿出来。如果有刚报课的同学，左下角的字幕挡住了，你在屏幕空白处点一下就没了，好不好？看半贴啊，行，那就半贴，半贴啊，选个甲片先，来过你的手，半贴啊，那就半贴，先把半贴学会，浅贴的做法是一样的，能不能把这个灯往这边聚集一下，放大一点点，好了，半贴啊。看看，这是前置过后的一个甲面，然后昨天简单前置过后的。我们选择甲片大小一定要合适，也就是说选择甲片的时候，如果两边你留着那一点点呀，或者露着不到边呀什么的，绝对不可以。所以说选甲片为第一标准，甲片选不好，贴甲片贴不好的，单独看贴甲片的教程。但是贴甲片贴不好，你想做一个标准的什么这种极致单色的话，很难啊。那从贴甲片开始。每次讲课都讲点不一样的，要不然就都是如果重复。我看之前课程就好了，我还去跟什么直播，对不对？来看一下甲片选好，两边 AB 点能够完全盖住。你看我稍微往这边挪一挪啊，能够完全盖住 AB 点，完全卡紧，甲沟线延伸下来为一条直线，这是我们贴甲片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你在贴甲片的时候，我怎么老容易贴歪，是因为你这找不好顾客手指的中心线，他的指甲你看放松状态下往右边歪，那一会儿我们贴的时候就不要顺着他指甲去贴，贴完更歪。一定记得往回正一下，但是回正完了，它的后缘感觉。这个甲片怎么这么宽，对不对？有没有感觉特别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操作之前，先把这个半贴的后缘宽大的地方给它磨掉，因为甲片是可以打磨的，咱这个修甲型修的全是修的甲片，对不对？把这个拐角宽大的地方给它磨掉，但是别磨小了啊，磨小了的话 AB 点就盖不住了。好。清洁好，边缘不要有这种毛刺，然后比一下看看，你看现在是不是后缘那个位置就没有显得那么宽了？那两边宽胖怎么办？这有我们的解决方法，但是你要先把这个咱们后缘的问题处理到位，毛刺清洁到啊，毛刺清洁到位。所以说我们所有学到的内容，它都是贯穿起来的。比方说我现在我连单色我都涂不好，学极单那不行，那建构做不好，学极单也不行。先把后缘打磨一下。这样一会儿我们去处理阶梯的时候，会有的时候就不用处理了。如果你能打磨到位的话，就不用处理了。好，打磨好了，不要太薄啊，不要太薄，边缘毛刺。不整齐怎么办？没关系，不整齐不要紧，但是后缘一个薄，另外清洁干净。每一个甲片都这么做吗？都是的啊。扇形甲跟接下来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扇形甲如果做极单，跟普通单色、普通指甲做极单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扇形甲一定要去给它塑形，一定要塑形。甲片没有水分、没有胶之后，来这本甲甲面打磨到位，打磨的时候用什么磨呢？用这个细搓这一面，后搓条的细搓面，不要用粗砂面去打磨啊。先磨中间，拿搓条怎么去拿？稍远一点点吧，要不看不清。它其实多少有点小扇形，这都是被改正过之后的啊。它本甲可以说是特别扇形来着，打磨。我就不涂护甲练习剂了，你们自己操作练习操作的话，涂一层护甲练习剂，防止这个频繁的拆卸练习伤到本甲。本甲磨到什么程度？应该是还记得吗？本甲应该打磨到什么程度？后缘磨不到的就用我这种方式去磨，因为它甲面多少还有一层残啊，所以说看的甲面怎么有的胶是这样的，有的面是那样的，因为上面还保留着一层残，能看出来吧？给同学们讲课就比较好，因为懂得多，来清洁。现在干啥？涂的是干燥剂，你可以涂到边边肉上吗？可以，尽量别涂，但是涂上去也没事啊。这个涂上去没事，先把水分和油脂给它挥发掉之后，下一步我看能不能增亮一下。
是我黑的事还是啥？对，没有反光点，对的，没有反光点，没有反光点了之后，我们一定等它完全晾干。这个时候，如果用的是咱自己家的这个贴甲片胶的话，是不需要涂底胶的，涂完干燥剂直接取胶往指甲上贴就可以了。注意看接下来的步骤啊，接下来的步骤，半贴式甲片提前先需要修行的话就修，不需要的话也可以不用打磨边缘，你也可以提前打磨，然后涂胶。这个贴甲片我就不详细去说了啊，因为今天这期课程属于进修课，小白的话可能跟起来会有点难，尤其是扇形甲的同学看好了，涂好胶之后，我们进行粘贴，是直播哈，当然是直播，不是直播，咱这不是坑你们的吗？不是直播，我可省事儿了，是不是？成天录好了视频给你们播放就行，那骗人哈，就直播的。来，后缘卡到我们想要粘贴的位置上，需要划胶吗？划不划无所谓，无所谓的。来，准备一下帮我照灯。看好了，它的指甲是往右边歪的，然后我们再放下去之后，看对准好左右的位置，要进行旋转去检查。如果没有问题，那说明这个位置是正好的。如果边缘有一角，赶紧擦掉，重新去贴。放下去，来，不要照灯。你看，如果顺着它指甲贴，一会儿会更歪。所以说，按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手会看有一个往右边扭动这么一下的动作，再慢慢给它压下去。来，照灯。1、2、3、4，歪了，4、5，好，松手。这个时候甲片基本就固定住了，然后放松去看的话，你看你如果一次给它回的很正的话，这个位置会有点特别的突出，所以说基本上在5秒钟左右就差不多。有一胶的话，这个时候擦也能擦。5秒钟之后干啥呢？这个时候同样过来，也就是说顾客是帮你照的灯的，你拿好你的塑形夹放到旁边。在照灯的同时，去给它把两侧加瘦。刚刚不是有同学说扇形甲吗？对不对？因为这个甲片往回正了，所以右边要比左边，你看甲片要突出一点。一会儿我们就要着重把这边给它处理一下，好不好？对的，一看都有经验啊。好了，来边照灯。边照灯边就给它加两侧。如果你的速干胶已经干了，你去加是没有用的，加不动。但如果它在半干状态下，边加边照灯，一个不会起气泡，另外能让指甲去塑形。你看我在塑形夹收的时候，我没有顺着右边去收，而是往左边歪的，对不对？那如果扇形夹怎么办？把这个位置卡好之后，大拇指过来给它往里挤，在它能承受的范围内，尽量的去收窄。如果他说我好疼啊，太疼了，不行，不要那么使大劲儿，会造成空甲的啊，会造成空甲的。你看这两边。是不是收进去了？比刚才这个甲片就会窄很多啊。那还有那个宽胖的怎么办？一会儿我们再去调节。也就是说，在塑形的时候，贴甲片塑形，这个塑形夹一定要顺着手指的中心线去操作，千万别说，哎，那个我贴的已经往回去收了，但是我再去塑形的时候，我还往这边去塑，那你就白贴这个甲片了，好吧？你刚才疼不疼？你没事吗？我这卡你肉，你没事这儿？没事就行。你看我看压了一个印，我以为他疼，他说他没感觉，然后往里去夹着走啊。这是半贴，做一个半贴，但是这两边这里显胖呀，这怎么办？打磨甲面，修甲型的时候用打磨机就行。你们因为是咱自己学员了啊，真是操作起来你要做顾客的后期，我也就不教你们说什么用错条用啥的，直接打磨机快速做就行。这个是一个很能够急速解决掉我们甲片阶梯处的一个方法。卸甲打磨头，打磨机转速打开，我所有东西都晾在这儿，然后方向正转，是一个正转方向。先去把后缘的这个阶，因为我们磨过，你看这个位置磨过之后已经很薄了。其实如果说它指甲不歪的情况下，直接去铺胶建构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是后缘阶梯处理不好，看好了，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啊，这样能看得见甲片的后缘吧？是提前打磨过的。你看是不是已经挺顺畅了？但是不够。如果你们需要再去打磨边缘的话，我没有提前打磨甲片这样做。打磨头它是一个斜的面，它是像菱形一样，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平着去操作，也不要立起来，用这个边缘去磨，用它的前端的侧面从右往左来顺着打过去。你看到没有？这个连接处是一点都没的，一点卡顿感都没有的啊！咱不要先去管后面，先去把边缘的阶梯处给它干啥？磨薄。先磨薄，如果想要做出漂亮的结合，你看到没有？我贴完这个甲片，是不是跟本甲的弧度都连接起来了？对不对？这是一个贴甲甲片。今天还有同学在群里面问这个甲片好用不好用，非常推荐你们用。用的什么打磨机？无刷打磨机，什么打磨机都一样的。慢慢的再往下去走，先不要管后面，先处理阶梯，同学们，先处理阶梯，把阶梯处理下去。好了，你看一下，左边是不是连接顺畅了？
这个时候右边是不是凸起的？非常明显啊！来，把这个手往这边调一下，它的手是可以扭动的。掰开肉干啥呢？把这边的厚度，两侧的厚度打薄一点点。这个位置碰到皮肤是没有事儿的，但是你不要频繁去碰，所以说偶尔碰上一下下没关系，但是要卡到那个缝缝里面去磨。那你这样磨 AB 点会变薄吗？会，所以说需要建构，而且我们做鸡蛋的话是需要2层建构的，那个前建构和后建构还记得吗？阶梯磨过去，好了，这边还有一点点，从正面去检查去看，它本来就是因为宽因为厚，所以才显得这个掰开它的肉啊，所以才显得这个两边胖，所以更需要去给它磨薄一点点了。好了，你看这边，再看一下右边，现在是不是比刚才就连接顺畅了？它还会有那种胖肚子吗？是不是已经好很多了？哎，这就是我们打磨阶梯的好处。但是磨完阶梯之后，从侧面再来去看，阶梯可能好了，看这儿，阶梯是不是流畅了？但是这个位置是凸起的，所以说每次打磨完阶梯之后，我们需要往下过渡一下，给它连接一连接。把阶梯和下面的甲面做一下过渡，这样你们在做铺胶的时候才会更省时间。我现在操作那个比较慢啊，你们真正做顾客的话，快刷几下就得了。然后从各个角度去检查有没有打磨到位。你看这边是不是连接顺畅了？没有很明显的凸起，这边也是连接顺畅了。好了，我们的甲片打磨到位。完成。那其实这一步可以干啥呢？比如说这个指甲我不想要这么长的，我就直接给它从一边就磨短了，就不用说一字剪去剪了啊。看从一边，但是不要贴着面去剪，从边边开始。你想要多么短，我比如说就把这个数字磨掉了，好不好？就你们要自己拿捏不好的话，就用那个一字剪去剪，好不好？就用一字剪去剪。很多同学会害怕这个步骤啊，大家都已经老手了，能看这些课的都是老手了。好了，这个时候来修甲钳，这是延长甲的一个鸡蛋的操作完整流程啊，同学们。好了，看这是甲型，简单一修就好，本身就是一个梯形甲，它基本上不会再收很多啊。如果再收的话，就按照我们修甲型的方式，稍微把两侧给它线条打直，看这边是不是笔直的线条，没有问题。那右边有一点不流畅怎么办？从 AB 点往下给它顺下去做流畅，先打磨面，再打磨线。好了，看一下左右是不是对称的，如果可以，没问题了。这个时候整甲打磨甲面，这是偏梯形的了啊。因为还可以这样，当然，但你们要小心，就是刚刚我那一步用打磨机去剪指甲的这一步啊，是一个是偷懒行为，另外你们在做的时候注意方向，如果用打磨，给你们写一下吧，好不好？咱们是学员写一下，打磨机剪短，开的如果是正转的情况下，就从左往右。你看，就拿那个打磨机从左边往右边去打。如果你开的是一个反向转速，我们就从右往左，这就正好跟我们做前置的方向是反向的。从右往左去打磨，好不好？好了，来这一步清洁完了之后干啥？打磨甲面，因为后缘提前已经磨过了，所以我只需要拿海绵抛。需要有很深的纹路吗？不需要，因为甲片不会分泌水分油脂，所以说本甲上你在打磨的时候需要磨到有一定的刻痕，但是我们的甲片上只需要是雾面就可以了，而且打磨完之后需要把边缘的小毛刺完全清理干净，内侧外侧不要有脏东西，给它挑出来。好了，这个时候从侧面去看，从这边去看，各个角度去看，它是标准没有问题的，那就好了。这个甲片是不是好像小了一点点？这次给我包错了，在这小了怎么办？把这个指甲也不小，我比小了呢，假指甲啊，假指甲。好了，来，随时清理掉甲面。你们应该有那种一次性的电巾，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扫掉？如果是一次性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厨房用纸啊，或者这些的话就可以擦掉了啊。好了，清洁好了之后，拿湿棉片擦甲面，把边缘一定记得给它清理一下。你看，如果你刚刚不擦边缘，刚刚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有一块小毛刺是被我擦掉的，一定要擦。那缝缝里面甲面底下不干净怎么办？把海绵把这个折起来。OK。完全擦干净，接下来干什么？同学们，告诉我接下来在干啥？如果我接下来要铺胶去做建构了啊，延长甲的建构，半贴后的建构，该干啥了？完全晾干之后，
上底胶，铺底胶，大家慢慢都就来了啊！你看这个，咱们学员叫什么？有恃无恐，反正有回放，对吧？反正有回放，大家可能直播就看的少，大家在直播间呢好好去看，争取你晚上学会了，就不用浪费第二天的时间了。来铺底胶，底胶记得薄涂。前面的这些步骤我就不写了，如果你们哪里不懂提问，然后我着重去给大家讲。涂底胶的时候注意了啊，接下来就进入一个其实单色的细节性的问题。底胶大家可能就是说，哎，我多少我留宽一点点的边，包括这个甲片的边边，你千万不要说我刷下去了，结果这样看着挺好的，侧过来发现边缘根本没涂着，那不行。所以说一定注意边边角角一定给它涂到位。然后有同学问了，老师这个后缘应该留多少安全距离？极致单色1根头发丝的安全距离，掰开肉后面还会有一点点，所以说我们稍微怎么样往后面去提一下。那我提不了，我这个刷子刷不过去。如果你能刷你就刷，刷不过去的怎么办？我们找一支拉线笔，蘸着咱们的底胶，哎，慢慢的去把它的后缘刷过去。等我下播就能看回放了，慢慢给它卡到边缘里面去。但是切记绝对不可以碰到肉，也就是说你边缘想涂到哪，是不是我们这个底面的打磨就要磨到什么地方去？哎 ，AB 点给它涂上，不要到肉白角地方涂上去。好，看到没？是不是都涂到位了？这个时候干啥？照灯。甲面不平整，前面是平整的，后面不平整。薄涂一层建构胶的时候，两侧能不能稍微留点边儿，等胶自己留平？一般不会，因为你涂到哪儿，胶会留到哪儿。你要不到边的话，那个胶是不会到边的。所以薄涂那一层的时候，一定跟这底胶，哎，你说因为底胶涂过去了，你底胶到边了，那么你留平建构胶还行。但如果你底胶没有到边的话，那你不要指望留平胶自己会过去，就稍微留着一点点也无妨。但是最好是卡着边，以防万一嘛。所以说每做完一个就检查一下，完了再去照灯。好吧，检查一下再去照灯，照灯20到30秒，30秒到60秒钟啊。打磨能到口袋里吗？可以呀，你拽一下皮肤粒，把这个皮肤提起来，你去还用刚才的方式去磨是能磨到的，实在不行用打磨机都能磨得到的啊。皮肤因为有口袋，这样看着是好像那个肉颜色是从边缘直接从肉里面长出来的，但实际上你提一下，后面还有一块呢。好了啊，底胶结束，下步干啥了，同学们？前建构还是后建构？接下来做前建构还是后建构？前建构还是前建构？还好，那就前建构啊。做前建构，前建构的时候可以用到我们的流平胶、光疗胶都是可以的。你觉得哪个胶方便就用哪种胶去操作就好了啊。但是这个用光疗胶呢，它流淌的慢一点；用这个流平胶呢，它速度要快一点。你们想看哪种？流平胶还是建构胶？想看我用哪种去操作？流平胶还是建构胶？不是光疗胶？就卡着所有学员的问题去来。流平胶，好，来流平胶。流平胶，一支圆头光疗笔，圆头光疗笔。完了，你俩给了我一个，咱就奔着刚那个菜菜这个来，好吧？是一样的操作方法，反正建构是一样的方法，因为你先打的，所以按照你的来，因为无所谓，半贴之后你用哪个胶都无所谓的，是真的啊。来，先去薄涂一层，刚刚有同学说了，那我能不能不卡到边儿？但是在刷的时候，这个胶它不会自动留平，因为很薄，这一层非常薄，所以它很难自动留平，所以更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给它刷到边边上去。而且做建构还是说实话，用这种什么，用这个光疗笔要好用一点点。所以说到时候封层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硬式免洗封层去操作，一层就做完了，就不需要再单独封层，不然单独封层一旦封层又刷不好了，那前面的建构弧度啊、光圈都白做了，是不是？现在甲面还是有点宽，两边有点宽啊，因为我们还要再给它塑形。薄涂之后不要照灯，再去胶。建构现在要求极其严格啊，不能说是哎我们随便做做就行，练习一下。现在要做极致单色的话，后缘一定要做到位，胶铺上去，带着胶走，还记得吧？现在你看我就不用推到最狠边边上了，因为它会顺着刚刚我涂过的这个流平胶自己往边缘上去找，所以说各个边边角角我只需要把胶送到那个附近就好。
送到附近。好了，后缘的阶梯坑填平了，前端干啥？轻轻的把后缘的胶给匀过来，不是给它刷走啊！再说一次，不是给它刷走，因为这是我线下学员最近他们容易发生的问题。我到前我直接刷走吧，不行，因为甲片我们磨过，包括两边咱也打磨过，所以它会变薄，咱需要有一层胶作为支撑。所以说把这个胶只是把后面的这坨胶给它匀下来，不代表说我们的这个胶是怎么样的。直接刷走没有的，好不好？来，这一步做好之后，其实一支光疗笔就解决掉了。但如果大家解决不了，来一支拉线笔，边缘不到边怎么办？拿一支拉线笔，小指先不要动啊，坚持一下，往边边上送一送，给它送一下，哎，它就到边了，那两边呢，咱同样注意做的时候不要去挤它的肉，然后侧面看过来，掰后面去看，不要挤这儿，因为一挤有可能你的胶就碰到肉上去了。这边，你看，注意看啊！我现在整个操作我都是平着手指去操作，我没有下钩，我也没有长时间歪着，都是平着去操作的。这样呢，先把两边咱们的这些建构边缘 AB 点全部做到位，边缘涂胶也涂到位，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哎，我胶都送过去了，送到该送的地方去，边边角角都有胶，干净了，干啥？倒置。这个时候咱们再去倒置。所以说你边缘雕还没送过去，没有胶的时候，你倒置没有意义。来，翻过出来。牛皮胶跟这个操作方法一样的，无非就是换个胶，好吧？无非就换个胶。然后倒置的时候，我给放远一点点看，你看我会抬起手来，因为这样镜头挡住啊，看不见。但是我会抬起手来，从侧面去观察每个旋转的手指去检查哪个角度不平整，高点在哪儿。拉线笔调节。有点曝光是不是？好了，延长甲问一下大家，弧度的 C 弧的最高点应该是在哪里？延长甲 C 弧的最高点应该是在哪里？告诉我。肉包甲可以建构吗？可以呀、肉包甲你要做俄式前置，需要把两边的口袋给它打开，就是肉包甲需要把这两边的口袋好好打开一下，你涂胶就不容易弄到那个什么上面了啊。所以说来这个建构基本上就完成了。来边缘这条线这里照灯之前一定记得先检查。检查没有问题了再去照灯。你看，只要你底胶或者说第一层胶不涂到肉上去的话，这一层胶可以说是不会去淌胶的。但如果你的取胶量不合适，有大有小，取胶量不合适，那么你需要怎么样？调节一下。来，刚刚说的啊。现在后缘还是有一点点窄，这里有点宽啊，我故意没有再去给它铺太厚，我不想因为甲片问题让这个胶发生什么铺的后边太宽，那两侧宽怎么办？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加瘦。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塑形去给它加瘦的情况下，一定要用能加瘦的这种胶，能塑形的胶。如果你说我用加固胶行吗？你可以用加固胶找平，但是如果说你需要塑形再渐瘦再变瘦，一定用的是可以塑形的胶，不会回弹的胶。有同学说我这个手，现在看着挺好，结果放到灯里面拿出来，发现两边淌胶，手指缝里全有，是因为你的灯的功率不够，1/3啊，同学们是在甲面的1/3处，也就是说，什么是甲床？还记得吗？从它的后缘到这个粉色灰褐色线的这一块，这是它的甲床，是它下面那块，这才是甲床，甲床的1/3在这儿呀，到这个最后端了。但是我们做延长甲，它的弧度高点是整个甲面从后缘到指尖整个面后缘的1/3处，从侧面去看啊，来你扭一下手，看看高点是在这里的，不要往前挪，也不要往后移，好吧？不要往前挪，也不要往后移，然后轻轻碰一下试试，胶基本上一个半干状态下，那可以了。如果你碰一下发现胶还是能拉，能那个特别软的那种状态下，你需要再照一会儿灯。然后干啥？这个时候同样边照灯边去给它塑形。那你帮我照灯吧，对我这样还能保护你的手。你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哪里宽胖？是不是？那这边宽胖，后缘这个地方是窄的，我们直接把宽的地方往里去夹，手的怎么样？往里使劲儿，手往里使劲儿啊！
甲片的1/3，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你做半贴，甲片的话是在后面，咱就那个标准来说，就是甲面的整个面全部的甲面的1/3，你这样去理解，好吧？你看刚刚是不是这两边胖？我加完之后它变瘦了没？是不是变瘦？所以有的时候两边宽胖不用担心，不要在那个建构上反反复复在那纠纠结结，因为后面我们可以再做塑形的。你看这样加进去多漂亮！是不是这多漂亮？如果说实在我觉得还是差了一点点，那我们可以再去打磨呀。因为建构之后做集单的话，用光疗延长去做出来一定是要去打磨甲面的，打磨甲面的，能看出变瘦来了吧？谢谢你。是不是？现在你还看它两边，包括刚说扇形甲的这两边已经完全收进去了，跟甲沟线延伸出来为一条直线。那如果说还是有点宽怎么办？有可能是你两边的胶厚了，也就是说从指尖我们要去检查弧度的高点，从指尖去看的话，这个胶一个弧度的高点是在中间。如果你右边高了，你就磨右边；左边高了就磨左边；指尖厚了你就磨指尖。总之你在铺色胶之前，一定这一层做的干干净净的，做的半贴呀，是不是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我做的半贴吧，就跟做的光疗延长一样。所以说对于你们阶梯处的打磨是一定就是磨完你就边缘没有那种小白边，基本上来说都没问题，好吧？好了，完全照干，也就是说塑形完了之后，我们清洁完甲面的浮胶，如果这个时候你需要打磨甲面，哪里稍微多一点点的话，并不多，拿个海绵抛去打磨就好了。如果说我这个铺胶铺的确实有点太次了，先去练去铺胶。我不想说通过这一步我反复的去打磨，多磨点给它磨出怎么样，我怕你们越磨越薄，越磨越薄。所以更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在前期操作的时候就把底子给它打好，好吧？咱铺胶铺干净，然后到最后轻微这么一磨就好了。前面如果有点飞胶，轻轻一打，等点，不管咱从哪个角度去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弧度高点是对的，然后前面直线下来，然后从这个角度去看，它也是对的，然后从这边去看，每一条线弧度的高点都是在这儿，也就是说需要转动手指去看，不能只看一条线，是整个手指去检查，最终呢再从指尖去看弧度的高点，你看从这儿看是不是弧度的高点在中间？不要被白色什么这影响到啊，弧度高点在中间，再从这往下勾一勾，看看这条线。是不是这边胶多吗？这边胶多吗？没有问题，再往下就看，就每一条线去检查，这样检查完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建构完都要打磨吗？不是的，如果你建构完没有问题，你就不用打磨；如果有问题才需要打磨的啊，就是你建构没做好才需要打磨，没有问题的话，擦掉浮胶直接上色就可以了，好吧？但还有一种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们用的光疗胶在照灯完它甲面贼拉亮，就贼亮，就跟封层结束之后是的那种需要打磨，因为封层上面涂颜色直接涂颜色肯定挂不住，所以说需要打磨一下，好吧？到目前来说有没有问题，同学们？不用磨啊，不用磨，我是给大家去演示，具体你们真正操作起来还是该怎么做，好不好？还有一个是咱们这个已经成型的学员啊，一个问题就是在塑形的时候，本来甲片是正的，你别说铺完胶你塑着之间歪了，本来挺好的，结果被你塑歪了，这是你在用这个塑形夹的时候用力不均导致的。所以为什么说这放下来之后我用这两个手同时去捏，我没有说这么就夹着就让它自己去夹，因为有可能重，有可能轻，有可能夹偏了，好不好？还是说不平的？对，不平整的要打磨，不平整要打磨。那这一步如果说我们全甲都打磨完了，也就是说我只磨这么一点点的话无所谓。如果你全甲全部打磨完了，最好是先薄涂一层底胶，然后再接着涂颜色，好吧？先薄涂底胶再上颜色。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做完建构的，是不是现在看起来甲面还是比较干净的？能不能发现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小凸起？好，稍微再磨一下，各个角度去检查都没有问题，那咱们这个建构才算完成。后面的颜色你想咋涂咋涂。线条什么的，甲型什么的，这一步就得控制结束了啊，就相当于这是他自己的本甲，来，这一步结束之后干啥？如果你甲面发现刻痕特别多，你怕掉的，先涂底胶，薄涂底胶。如果说你觉得我的甲面比较光滑，并没有打磨很多，直接上颜色就好了，好不好？你们想看瓶装胶还是罐装胶的涂抹方式？瓶装还是罐装？基本上罐装会好看一点点，好操作，而且甲面要薄，瓶装胶容易做完很厚重，而且用瓶装胶做完每一层都要检查完再照灯。我薄涂一下底胶，好不好？薄一层啊，不需要很重了。这是为了让不平整的甲面，我们一会儿刷胶的时候更流畅。没有毛了，
看一根毛。小根，瓶装好，瓶装胶来，我刷一层，瓶装罐装，不用包边，做延长甲不需要包边，最后封层完还要再打磨的啊。这个的话直接刷就好了，为啥不用包边？延长甲，它有硬度，包边是为了增加指甲的牢固度。如果说本甲的话，你不包边，做完建构完，边缘这个位置容易起翘，但是延长甲已经完全盖住了，所以几乎不用包边。你包边也就是前面这一块厚度，因为厚度最终做完我们是要磨掉的，是没有，你包完边也得掉。如果你养成习惯了，包边也没关系，包边也没关系，好吧？涂罐装后缘挨堆胶应该注意什么？用刷子刷的时候不要往后推，我先用瓶装胶刷一个，然后我擦掉，咱用罐装胶给大家做一个，好不好？我用一个瓶装胶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就拿这个黑色来说，只有你前置做干净了，然后咱们建构做漂亮了，再去做这个涂单色来说，一般来说没有问题。正常往后刷，刷到后缘的时候往后去推，直接把这个刷子立起来。其实就跟我们涂底胶一样，你要是说能涂到边边，那太棒了；你要能涂到边边，那太棒了。如果你涂不到怎么办？有拉线笔，需要用拉线笔去调的。我现在没办法趴下去啊，这个镜头就挡在我眼前，所以说我只能先涂远一点点，然后我慢慢再去调节。好，现在涂完看起来挺干净，是不是？但是不行啊，这不是极致单色，需要来把这个胶往手上点一点点，用啥？拉线笔，蘸着我们的胶，蘸着咱们的胶，把它的后缘给它填起来。我看不见了，我上一天我眼睛已经花透了，我瞎了，同学们。慢慢的一点点往上填，你看这个角角看到没？你掰起肉来，你看掰起后缘肉，后面还有很多位置呢。但是你的口袋要打起来，你别说你的肉贴到甲面上，你拽起来提，等你一松手，后面的肉又碰到甲面了，那不行，好吧？你看这样放下去，看后缘是不是直接就这么出来的？碰到肉了吗？你提起来，这个拐角的地方咱不说啊，不说，就是不小心碰到的。我今天上了这上面的咱擦掉就好，但主要是看后缘中间的地方，是不是自然放下来，它就是从肉里面长出来的。所以说想要做极致单色效果的话，我们的口袋极其关键。你看我掰起来还没有碰到肉，是不是？气人不气人？就这意思，菊花或者决明子茶，好的啊，谢谢你。慢慢的把拐角的地方我都涂上去，我就不照灯了，然后我接着把它擦掉，再刷一个罐装胶，争取让大家都能研究明白，好不好？我因为这一期呢，主要以精修为主，所以说你要说问我建构做不好或者怎么做不好，你们得去看单独看课程，单独再看课，不知道看哪节课的去找老师问。但是如果说是我之前我就想说的是，大家做完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但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着重就这些问题给大家详细讲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跟我跟大家说，做一个极致单色2小时也很正常，你是不是就能接受了？看看左边是留了安全距离的，右边是没有留的，是不是大家想要的效果就这么来的？学会了吗？学会了我就把它擦掉了，然后再叠加第2层、第3层就好。两边要留安全距离嘛？你看两边除了这个假指甲以外，侧边我是刷直线刷下来的，就是边缘不要有那种小凸起，好不好？学会了啊？我弄掉了，完了最后你看灯圈不干净，我们需要后建构，做极致单色需要后建构的，所以你先把颜色涂上去就行，好不好？然后拽起来，看没有涂到肉上去，就挺好，擦掉了啊。来，边缘左边应该再去给它涂完，然后我就先把这个弄掉，上一个罐装胶。其实所有的胶是一样的，无非罐装胶是什么？我们得用刷子，瓶装胶呢，咱需要就是用它自带的刷子，然后罐装胶得用笔。刚做建构肯定要做的，做建构了已经。成吧不成吧？
虽然说是被肉挡住，但是我们的后缘线一定要给它刷干净，刷得干干净净的，好吧？做完净后还要打磨吗？看情况，不平整就磨，平整就不用打磨了，擦掉辅胶做就好了。来，取个罐装胶。刷子一定要柔软，如果你觉得发黏，你该洗笔了啊。颜色不均匀的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之后先去取第一层就薄涂就好了，薄涂就好了。OK。我是刚刚这个甲面打磨过的，所以打磨完了我又涂了一层底胶，我又涂了底胶的，还有颗粒有脏东西，甲面不干净，有小颗粒啊，没事不影响，做就行。来，刚刚谁后缘对焦来着？抬头看啊，后缘对焦，抬头看。我们再去推后缘的时候，这个刷子就不要往上这么去推了。这是瓶装胶的涂胶方式，罐装胶我们不需要这么走。后缘如果你容易对焦，后缘应该怎么刷？是直接从上往下刷就行。到边缘的时候，我们因为圆头光疗笔必须保证它不炸毛，边缘是干净的。先把中间弧度的这个高点给它刷上去，一笔下来。看到没？是不是直接就到边了？如果说你怕涂不上去，来提一下皮肤，但是注意提皮肤之后也不能说是直接涂到肉，也要往后缘挪一挪之后干啥？点轻点轻点，点刷点刷点刷，把边缘留干净了。好，一笔下来，松下手来。你看我松手之后，它就是从肉里面连出来的，就这么做的。学会了吗？这是罐装胶的涂抹。每个地方都是拽一下皮肤，都把后缘的皮肤提起来，把口袋打开。可注意别碰到肉啊，可注意不要碰到肉。拐点老涂不好，拐点是一点刷，不要这么跟瓶装胶一样横着刷下来了，直接把这点一点，用光疗笔的侧面。你看，跟大家说一个问题，你们要学会这个笔去转笔。比如说这个面儿，你知道是竖着刷，刷左边的时候，你知道笔往这边转一转，你看这个面贴紧侧面。那刷右边的时候也是这个笔往这边去转，那到这边拐角的时候，笔转过来，用它的这个侧角，哎，点轻点压点压点刷点刷，后缘边缘线先做干净了，然后一笔怎么样？刷干净之后一笔刷下去。到这边的时候，到边缘干干净净了，没有问题，直接拿这个笔的侧面，我们去留出甲片的这个边缘线，留出这个形状线。你们但凡建构做不干净，你想说涂单色的时候涂的有多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有点难。这里感觉多了一点点胶。好，那就帮刷掉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从肉里面就长出来了？因为我特别放大给大家看的啊。然后他的手磨一会儿，过一会儿又得起泡。我就快刷了啊！先把这个交给你们，我剩下我就快刷了。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我这一步能用拉线笔去调节吗？你们猜能不能？如果说我边缘刷不好，我这一步能不能用拉线笔去调节？你们猜能行吗？可以，对，当然可以了，肯定是可以的啊，怎么可能不可以？所以说，如果你用罐装胶，我后缘感觉留不整齐，我觉得有点小问题，还可以拿咱们的拉线笔去调节的。后缘这个位置是一些黑色假胶，刚刚擦掉之前的不是刚刚碰到的胶，因为刚刚用瓶装胶刷过，所以说后缘有一点点没擦干净。你看这样甲面平整吗？不平整，有小颗粒，小颗粒怎么办？不用管。如果说不是特别多，一个俩不用管它，不用管它啊。来，稍等，包边了吗？没有包边，没有包边。但是如果你正常除了底胶加雾，然后涂个颜色，那种是需要包边的。完了，我想碰到甲面，最好还是刷干净，尽量不要有小颗粒，有小颗粒再把你的刷子在湿棉片上擦一下。再问一下大家，底胶、色胶建构的边缘要怎么样？底胶、色胶建构的边缘要怎么样？我就快刷第二层，你们回答问题，刷胶就不用再细说了，刚刚已经都给大家说到位了啊。我这样我眼睛能看得见，那个样子头总是歪的。一般像这种罐装胶2层就差不多，就不用刷上很多层，提一下皮肤。
我们要保证现在做完是干净的，等它长了一段时间拿出来之后还是干净的。保持一致，刷到位，要重合。记住啊，同学们，记住咱们同学们回答到的问题说到的，边缘一定要重合，要涂到位，边缘一定要干净，不要有小毛刺，好吧？因为做极致单色需要前后建构同时操作，所以说在做完这一步之后需要做后建构的。所以说在做前建构的时候，你的弧度不需要做的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在后建构的时候，你的后建构的胶量也不需要特别的多，好吧？不然它假面就跟小龟壳一样，就太高了，就太丑了。一定每一层要照灯时间要够，我就不拿远了，拿远的话，这个你们不知道我在干啥，这是。为什么说做完这一层之后我不怕假面不干净？因为做后建构，看这个肉后缘远一点看，你看是不是它就从里面长出来的？你看它的皮肤啊，这个我给它清理完了，你看现在都一会儿搓啦又出来了。它的手指真的没有办法，这种没有办法的，你咱只能尽量给它去做个后建构。这一层后建构可以直接用什么极致？用那个硬式封层去操作，直接用硬封去操作。操作完了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单独封层了。而且用这种笔，你们做建构做习惯了，会发现用硬封去封层完了之后，会比你单独用刷子刷完的墙面还要干净，我的硬封呢？我的硬封来。在仓库。你给我拿一个吧，我就拿个硬封啊。这个后缘看着真舒服，就是皮肤有点粗糙，皮肤有一点点小毛躁，你们把这个皮肤涂干净就好。这是我们做这种延长甲，其实跟本甲是一样。唯一要给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我待会儿去稍微一块去记一下啊。硬式连接封层。啊 ，last one， 真假 last one？ 我给大家，哎，我那硬封到了没？专门有做那个有这种硬式封层，有涂模型粉用的，也有专门那个做封层后的建构后建构用的啊，做后建构用的。哎，同样的，咱们先薄涂一层。这个说实话，这个胶我不是，它是做那个什么用的，蹭模型粉啥用的，我不是很相信它。刷子不干净，擦一下。注意后沿不要堆胶啊！注意后沿不要堆胶，前功尽弃了。然后去做胶珠，这个胶真的不适合去做后建构，但它适合去蹭模型粉。你看有点发乌，看到没？真正能专门做后建构，做这种硬封，它是亮的，是光滑的。这个胶有点粘稠，它适合去粘钻啥的。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后建构的手法跟前建构的手法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会把这坨胶尽量少的匀在甲面上，虽然它会留平，但是我会尽量少的往下。你看，我会把多余的胶都刮掉了，所以说后建构千万不要做厚了，注意我们弧度的高点。
然后后建构做的时候，甲面不要有气泡，有气泡也是一个小败笔，有气泡也是个小败笔。刷上来之后，你看甲面是不是？你看这些气泡，但凡有的话，会非常明显的在甲面上显现出来。所以说，为什么会有气泡？是因为你们刷的时候，这个笔来回的动，或者取胶的时候就来回的动。这个胶可能说比较粘稠，那你就反复在那点点刷，那么那个胶就会怎么样？产生很多小气泡。完了，戳了一下，有小气泡怎么办呢？给它刷掉。给它刷掉，不要这样走啊！不要这样走，这么走很容易有很多的气泡。你看又出来了，这气泡你看看，你看看这气泡，我也给你们演示，错误点全出来了。好了，这个时候拉线笔去调节一下就行。是不是有颜色了？这是。哎呀，后面都不用动，自己就流平了。今天啥作业？做延长甲的建构，做延长甲的建构，宝贝。然后你们那个，我再问一下你们问题，还记得那个叫什么来着？做延长甲铺胶或者做光疗延长甲面铺胶的一个4个字吗？几薄几厚，还记得吗？几薄几厚？来翻不出来，还没最后一步，注意看好啊！还有最后一步，比如说极致单色，除了我们在做完这些步骤。4薄以后，对了，你们这一看就太棒了，你们4薄以后，所以说所有胶的厚度都要往哪儿去走？一定记得是往这个指甲的中间走，不要往边边上靠。不要忘记，除了侧面检查弧度以外，从指尖也要去看看弧度，胶的厚度偏向哪边，要去找平找弧度的，一定各个地方都是一个对称的C 弧，对称的 C 弧。翻过来，看后面，后面是不是极其漂亮，对吧？后面很好看，来，慢慢看灯圈往前，看到哪里缺胶了吧？能不能发现哪里缺胶？如果说到这个位置，这断层了，那这个位置一定是缺胶的。再往指尖去挪，你看这个位置指尖过不去，那指尖的胶一定是厚的。那既然这里缺，这里厚，我们只需要把指尖的胶往后扒拉，往后去找一找。所以灯圈很关键啊，灯圈有的时候会给咱们提供很多的便利。来，放出来，点一点。指尖要成半，对，而且从指尖看每一条线都是要有一个弧度的，对称的弧度，不仅仅只是指尖这一点点，然后前后调整，转着指甲去检查一下。哎呀，这个硬封流平很慢啊，这个硬封流平很慢，还得手动调节，算了，不让它自动流了。因为这一步做完是不能打磨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给它做到位。那我就老做不好怎么办？那你就单独做，先建构，然后再封层，用瓶装胶刷封层。你们那个能刷好吧？我用了一个类似于蘸蒜胶的东西在弄，所以说它流平比较慢啊，同学们。你反过来我看看方便。好，点找高点，弧度的高点标出来。往后面溜一溜。这个胶流平太慢了，你看这半天你得太慢了啊！就这个就用它做魔镜粉做什么？别用它去涂甲面，别用它涂甲面。反过来应该差不多。看一下灯圈从上到下是不是变化的，因为我头顶有2个灯，一个是圆形灯，一个是长条形的灯。从上到下灯圈不要有太明显的变化，问题就不大。你看从侧面去看弧度是干净的，没有明显的凸起，对吧？哎，这就可以了。来照灯，最后一步啊，看好了，这一步照完灯之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需要打磨甲片的边缘。为什么要打磨边缘？因为涂完胶边缘不整齐。我们想要做极致单色效，待会儿把这个拍个照给你们发群里去啊。
操作之前我记得明明白白，这个位置是没有这东西的，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起来的。你们可以看回放，到时候看回放刚开始绝对没有这儿。多照会儿灯。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来从指尖去看，是不是每个角度都是半月牙儿？最高点是不是在中间？它没有跑偏，哎，那就可以。弧度的最高点是不是在后缘1/3处？不要到指尖的地方去。没有干呢，包着照一下。多大灯？还得照大灯啊，会多少有点，但先这样吧。来看啊，这个咱们做好的，然后前置，也就是说封层结束之后，拿你们的薄搓，或者说一个叫什么来着，需要我们插条比较细的一个面去干啥？不要卡着垂直，稍微往内侧倾斜一点点。封层本来刚刚是你看不整齐的，有多有少，有包没包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把边缘给它磨掉。不要磨多了啊，磨到什么程度呢？你这个边缘的胶是胶，边缘是边缘，甲片是甲片，建构是建构，能看出来一个横切面，这种是可以的。包括两边不整齐，也可以轻轻卡着甲片的底下，不要打面了啊，直接卡底下去给它轻轻带一下就行。也就是说，我们拍照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边缘都是要干干净净，不要有胶的，不要有胶的。往前来点，对，往前来点。好，这个时候晾干一下，晾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擦掉。磨掉会不结实吗？不会，不会。你前后建构都做了，你是绝对不可能不结实的，是绝对不会不结实的，放心就好。你看这个封层不亮，刚刚那个皮儿呢？没了。怎么可能没有？你那个手动两下就有，它怎么可能没有？每层胶都要包边吗？延长不用包边，延长可以不用包边的，是真的。因为最后就算你包完边，最后边缘也要打磨。你看这个边缘整齐度，对吧？这多好看，这样多好看。你们包完边，边缘胶有凸有起的，会不漂亮。所以说咱们做这种的话，基本上最后的这一步就把它给处理掉就好了，好吧？这是我刚刚要跟你们说的最后一步。完了，你要拍照也好，做什么也好，这个找好它的一个角度弧度。前面有水，酒精没有干啊，所以说看起来斑斑驳驳的。但是灯圈至少咱是一个椭圆形灯圈，没有发生过大变化。好了，这是我们一个极单的一个操作流程。如果说做完之后，顾客手上感觉皮肤有点干燥，我们给他涂点指缘油就好，涂一点点指缘油就好。但是切记指缘油别涂多了，咱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来遮盖住我们的丑，因为咱做的很漂亮，所以说适当有一点就行。这个漏了，不要换一个。哎，没了。哎，我刚记得那点了，那就用点也一点点吧，让我刚扔掉一个，那光漏。现在给它揉开，揉一揉，揉一揉，然后让干啥呢？拿个棉片给它擦一擦，你再去拍照。咱不要说是那么油乎拉碴的就去拍照了啊，适当滋润一下，然后擦掉多余的。那些有些干燥的地方，我们适当的抹一点就行了，好吧？就这么去操作，好吗？你们学会了没？这是延长甲一个极致单色的操作流程。注意贴甲片的时候不要贴下钩，底子很关键，底子打好了，后面都就好操作了，好不好？所以说我这个灯圈两个啊，一个是圆形的，一个是平行四边形的。你们这个灯圈想要变大的话，只需要让你们的灯离着你的甲面近一点。你看离得再近的话，这个灯圈，这个是我的手指，你看越近它的灯圈是越明显的。因为我这个封层用错了，所以说它没有那么亮，但你们能看得出来，对吧？至少知道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了。越远的话灯圈越小。还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咱那新款那胶都没上是吧？你看用这个，你们就可得注意，这个漂亮啊，先涂上亮亮的。得嘞，没问题吗？没问题。你们今天你们看完这节课的作业，就是找一个手做半贴，做延长，做出这个极致单色来。时间不用紧，慢慢来，先能做好，先找到这个感觉。每做完一步，一定记得检查，好不好？一定记得检查。你别倒完灯回来再弥补，就晚了。提前先去检查，检查好了没有问题再照灯。
看大家做完要修行吗？如果你边缘不整齐，你就修嘛，你甭管是做的什么，你只要边缘不整齐，你就修一下呗，是不是？修完反正它更好看，为啥不修呢？好，让它留平一下。哎呀，真好看，真好看呀！我拍个照。累，同学们休息吧。完了，待会儿拍个照片发到学习群里面去啊。你们记住这些注意点就行，都在里面。如果记不住的，到时候记下来。然后其实因为你们有经验了，根本不需要有很多的笔记，全部一说就想住了。因为你们都是有画面的，一做功课哦，这个地方应该那样，应该这样。如果你是小白的话，先去挨节课挨个看，先看俄式前置，再去看这个建构，再来学几日单色啊。几日单色包，如果涂色涂不好的话，我们还有涂色的课程，都是不一样的。好了，我照一下灯。